在这台车床上进行钢材切断加工，一直就是个很棘手的问题。最开始用的是高速钢刀片，但它总会莫名其妙的从刀架上跑偏，并且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卡进工件里。后来换成硬质合金刀片，可还是弄坏了一堆刀片和刀杆。所以今天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一步就是制作一个一体式刀架安装座，在大多数加工中，它会代替小刀架使用，但还是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能轻松换回小刀架，而且不需要重新调整任何刀具的高度。因此，这个加高垫块的高度必须和小刀架完全一致。接下来要考虑垫块的形状，本来想做成方形的，结果试了花盘的，才改变主意。问题在于，如果没有小刀架带动刀具向前移动，压根没法在靠近花盘的位置进行任何加工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把刀架往主轴方向挪近一些。于是参考了一些大神的刀架设计，这也是今天要做的方案。因为希望能在小刀架和加高垫块之间快速切换，所以要让垫块在中滑板上精准定位，这能省去大部分时候反复校准的麻烦。但101.6毫米长度上有0.127毫米的误差，用这个面做定位面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，必须做得更精准一些。看起来正面是与中滑板、燕尾导轨平行磨削过的，所以就以这个面为基准来修整槽的工作面，用吸油石把基准面打磨平整，然后搬到铣床上找正中滑板，最后检查 T 型槽，确实需要修整。所有工作面洗完后，再把中滑板装回车床上复查，现在效果看起来足够好了。接着回到铣床上，先把这块铸铁料洗方正。面洗刀加工效率还不错，但飞刀能得到更光洁的表面，所以最后几刀用飞刀来光整。现在得到了2个精加工面，不过还要加工另外4个面。先从底面开始，加工与中滑板配合的定位角，粗加工利洗刀完成大部分切削，然后用中滑板控制行程，到位后换精洗刀走最后一刀。这手感非常好。接下来只需要到角，并钻4个 M8 螺丝孔。然后把弓箭翻转，因为没有量针，就用同一根钻头来找孔的中心。现在要把孔扩大，用来装圆柱头螺丝。通常这一步用沉头钻给13毫米的圆柱头螺丝加工出14.5毫米的沉孔，但为了公差更紧一些，避免切屑卡在孔里，所以不用沉头钻，先用10毫米钻头预钻，再用12毫米利洗刀插洗完成沉孔。当然这就需要把螺丝头车小到11.8毫米，不过这都不是事儿，剩下的厚度足够压进垫块。不过你可能注意到这里洗得太深了，其实这是故意为之。本来想给刀架做一个圆柱定位面，就像小刀架上一样，但后来觉得把垫块顶面做成平面，未来会更通用，比如可以装刀架磨床。这就要修改方案，在顶面再洗掉一大块材料。这些铸铁切屑现在弄了一团糟，所以在开始这个项目前，临时给铣床做了个防护罩，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。现在快接近垫块的最终高度了，需要在平板上检测一下，希望上下两面保持平行，所以先把高度归在一个角归零，然后扫过整个平面查看偏差，结果2个方向都有一点误差。本来就料到 Y 轴会有点偏差，因为铣床的立柱会有变形，这没法快速修复。但没想到 X 轴偏差也这么大，特喵的几天前才刚校准过铣床，可能是靠在平口钳上的定位角本身和底面并不平行。为了验证这一点，挖一块可靠的平行块看看，这里用123平行块把底面垫平，再测量定位角的高度。看起来2个角高度确实有差异，但感觉影响不算大。不管怎样，这些都可以试着优化。好了，最后一道就要洗到最终尺寸。最好的办法是给垫块加垫片。
看看加垫片后的效果，总体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因为立柱变形还剩0.0127毫米的误差，但这点误差可以接受。现在把垫块装在瓶口钳上，先转到60度，再转到90度，用飞刀精加工垫块的第一个断面，另一端也用同样方法加工，先用粗细刀去掉大部分材料，这样垫块的外形就完成了。下一步是安装快换刀架，这里借鉴了一些大神的思路。通常刀架螺栓是用来抵抗切削力带来的旋转，这里改用定位销加夹紧的方式，螺栓只负责压紧刀架。找好定位销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先用硬质合金钻头在刀架上钻一个6毫米的孔，用来装个销子，就是之前5C 夹头里对不起的那根。完成后把刀架重新组装，这次加几片从迷你正时链轮上拆下来的垫片，用来消除手柄的间隙，效果非常合适。接下来要在铸铁垫块上钻对应的孔，再把垫块装回家具，用之前光顶面时的同组垫片，确保钻孔与顶面完全垂直。然后用寻边器找到销孔的中心，距离各边16毫米。现在把刀架找正，确定中心位置。钻孔并攻 M12 螺纹，用来装刀架螺栓。这活干得漂亮。这个 L 型块是在镜头外做好的，用它把刀架顶在角落，防止它向任何方向移动。因为就算有了定位销，螺栓和螺栓孔之间还是有间隙，一旦刀架有机会窜动，销子就会变成支点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感觉如果在垫块上洗一个适配 L 型块的槽，能彻底杜绝移动。先用6毫米立洗刀粗加工外形，再换1毫米洗刀精修到小圆角。我靠，这是唯一的一根1毫米洗刀，竟然断了，只好换成2毫米的，不过效果也很好。现在装上 L 型块，在角落钻一个5毫米的螺丝过孔，拆下 L 型块，在同一位置钻孔并攻 M5 螺纹，这样能保证孔绝对对齐。L 型块最后一步是钻2个 M8 紧定螺钉的螺纹孔，分别在角落两侧，尽量靠近加高垫块的顶面，目的是让紧定螺钉把刀架紧紧地顶在定位销上，避免一丁点抬起。就这样，现在只差刀脚就全部完工，可以测试新刀架安装座了。在测试之前，还给这些 T 型螺母做了冷发蓝处理，也是镜头外完成的。最后，一起看看它到底有多好用。到了6骡子6马的时候了，先试试一切削结构钢，距离擦盘50毫米，直径35毫米。这次用自动走刀。效果明显提升。再试试42个木合金结构钢，这次不用自动走刀。看来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，这以前根本做不到。现在试试不锈钢，能切动，但感觉这把刀太厚了，或许换回高速钢刀片会更好一点。换了之后手感确实好多了，现在能切断不锈钢了。那如果用高速钢刀片切42个木合金结构钢呢？改装之后切断确实变得简单多了。那车外缘呢？切削量是以前的2倍，再来点夸张的，以前完全做不到的。我操，牛逼！就这进几辆，这切削深度确实牛逼。不
不是说以后都会这么重切削，但你要明白，现在整台机床的刚性都变了。理想情况下，刀架直接装在中滑板正上方会更有刚性。但这个方案一开始就是折中设计，不过最终效果屌的一批，可以说非常成功。现在可以考虑在电块顶部加装其他刀具了，不过那就是其他视频里的内容了。再见。